大家好，我是元猫。长久以来，德国都被视作欧洲经济的中流砥柱，是稳定、强劲且值得信赖的典范。从二战后的艰难重建，到冷战时期创造西德经济奇迹，再到统一之后凭借强大的制造业和稳健的社会制度，成为当之无愧的欧洲引擎，德国俨然成为了秩序与繁荣的代名词。然而近年来，国际媒体和经济分析领域却频繁出现不同的声音。德国的躺赢时代已然落幕，德国或许会再度沦为欧洲病人。这样的论断并非危言耸听。2023年，德国经济出现了约 0.3% 的负增长，在欧洲主要经济体中表现垫底，工业产出下滑，投资萎靡，能源成本攀升，内需不振，产业竞争力削弱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，让这个曾经的经济强国陷入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罕见的结构性焦虑。德国真的生病了吗？若果真如此，病根又在哪里？曾经的躺赢时代究竟意味着什么？更为关键的是，在全球竞争格局风云变幻、地缘政治动荡不安的新周期里，德国是否还有机会自我疗伤，重获新生？要理解德国当下的衰退与病态，我们得先探寻其躺赢时代的形成根源。这一时代并非凭空出现，而是多重历史与结构性优势相互叠加的结果。德国在战后构建的社会市场经济体系，是一种介于市场自由竞争和社会保障之间的混合模式。它以市场效率为驱动力，推动经济增长，借助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维持社会稳定，通过工会协商和企业制度减少社会冲突，依靠职业教育体系培养稳定的技术劳动力。这种模式让德国兼具效率与稳定，在战后数十年间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。德国的制造业长期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，强大的机械制造、汽车、化学工业，完备的供应链体系，精湛的精细化工艺，数十年的产业积累，高素质的蓝领劳动力，以及著名的隐形冠军企业结构，共同铸就了德国制造业的辉煌。在全球化的浪潮中，德国的出口导向模式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德国产品遍布全球，以可靠、耐用、精密著称，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了难以替代的高端制造竞争力。另一方面，欧洲共同体也为德国这样制造业强劲的国家带来了诸多红利。对于德国而言，欧盟不仅是一个政治项目，更是经济发展的必需品。欧盟内部统一的市场扩大了消费空间，统一货币压低了汇率，使得欧元让德国的出口更具优势。此外，东欧国家的加入为德国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和新的市场，德国在欧盟体系中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，这本身就是一种结构性的红利。德国的黄金时代同样离不开俄罗斯，长期以来，德国能够以低成本进口俄罗斯天然气，并依托全球稳定的贸易体系输出高端工业品，这种环境为其工业竞争力提供了巨大的隐性补贴。上述因素共同构成了德国的躺赢时代。在这个时期，德国无需进行激烈的创新与改革，就能实现稳定增长，维持高福利和高生活水平。然而，过度的稳定也意味着危机意识的缺失。当德国沉浸在自信与秩序之中时，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的深层次变化正悄然侵蚀着这一模式的根基。德国的衰落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其结构性脆弱性在全球新周期中逐渐暴露的结果。首先，德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下滑，传统优势逐渐被侵蚀。过去20年间，全球制造业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，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国，东南亚地区崛起并形成了多层次的供应链，新兴市场在电子、汽车、新能源等领域加速追赶，尤其是在电动车、光伏、储能等战略产业，中国已经对德国形成了决定性的竞争压力。德国汽车厂商反应迟缓，创新乏力，而中国车企的技术进步速度远超德国传统制造体系的适应能力。同时，德国制造业供应链的洋务化使其失去了灵活性。德国的产业链虽然深厚、强大且稳定，但过于依赖重资产和海外订单。在全球供应链快速重组、成本不断上升的当下，德国庞大传统且昂贵的制造网络已不再具备优势。其次，俄乌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成为了德国经济的关键转折点。长期以来，德国依赖俄罗斯的廉价天然气来支撑其工业体系。俄乌战争爆发后，这一结构优势瞬间转变为结构危机，能源成本飙升，工业竞争力大幅下降，化工、钢铁等高能耗产业大幅减产或外迁。德国工业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全球能源价格的高位区间，失去了与美国、中国等大国竞争的基础。再者，德国劳动人口老龄化严重，人力成本不断上升，
德国是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，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进入了超级老龄化阶段。如今这一问题已成为拖累经济的核心症结。2024年，德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 23.2%， 2025年进一步升至 24.3%， 在全球排名第3，而总和生育率仅为 1.35， 远低于 2.1 的人口更替线，且已低迷50年之久。劳动年龄人口15到64岁占比降至 62.89%， 低于全球平均水平，比中国和美国分别低 5.7 和 1.86个百分点。劳动力供给持续萎缩，劳动力短缺导致蓝领工资近年来上涨了 20%， 推高了企业的经营成本。同时，养老、医疗开支激增，2024年养老金支出达1179亿欧元，占联邦预算近 25%， 挤压了产业升级的资金。更关键的是，人口萎缩导致市场规模缩小，难以支撑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的规模经济，产业转型缺乏年轻劳动力的补充，连传统制造业也因人才缺口陷入创新停滞，形成了老龄化需求不足、产业退化的恶性循环。此外，德国过度依赖传统产业，科技创新不足。德国的传统优势产业包括内燃机汽车、机械制造、化工和工业设备等，然而这些产业都受到了数字化、电气化和绿色转型的冲击。在软件、半导体、人工智能、互联网和数字服务领域，德国明显落后于美国和亚洲国家。德国国内普遍存在我们一直这样做，也做得很好的思维惯性，导致新经济领域的发展推进缓慢。最后，欧盟内部的政治和经济矛盾让德国难以单独行动。德国之所以能够成为欧洲经济的引擎，既享受了欧盟经济共同体的红利，也必须承担欧盟整合的成本。然而，如今欧盟内部矛盾不断，南欧国家经济疲弱拖累了整体政策，欧盟统一政策限制了德国的改革空间，东欧国家与德国之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，英国脱欧更是削弱了欧洲市场的规模。在这样的体系中，德国无法完全按照自身利益制定政策，反而成为了谁都要负责的国家，这使得德国很难像其他出口强国一样灵活调整战略。而在德国社会内部，政治碎片化和社会撕裂的加剧，也削弱了其自身改革应变的能力。近年来，德国政治生态发生了明显变化，传统大党基民盟和社民党的影响力下降，中间阵营被削弱，绿党、自由党和新右翼政党崛起，社会矛盾围绕福利、移民、税收等议题不断扩大，导致政府决策效率低下，难以推动长期改革。而经济危机恰恰需要强力改革才能解决。欧洲病人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末，用于描述改革停滞的德国。如今这一称号再次出现，是因为多项关键指标反映了德国结构性的衰弱。过去10年，德国 GDP 增速大幅落后于美国和多数新兴经济体，近年来甚至出现了技术性衰退，工业产出下降，制造业景气持续疲软。工业曾是德国的骄傲，但如今订单减少，工厂部分转移至海外，高能耗企业大幅减产，这已不再是周期性波动，而是结构性衰退。许多德国企业不再愿意在本土扩大生产，而是选择了海外市场。一些企业因低能源和税收优惠去了美国，一些因巨大的市场和供应链效率去了中国，还有一些可能因更低的成本去了东南亚。反观德国国内，投资长期缺乏增长动力，高端技术缺口进一步限制了德国的产业升级，尤其是在数字经济和信息技术领域，德国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。那么德国究竟患了什么病呢？德国面临的挑战基本也是整个欧洲目前面临的挑战，经济结构过度依赖传统工业，缺乏新的增长点，老产业难以支撑新周期的发展，新产业尚未形成规模，数字化转型缓慢，对外部能源和市场过度依赖。当全球供应链稳定时，这种模式非常高效，但当全球供应链动荡时，其脆弱性便会瞬间放大。德国过去的成功使其长期缺乏危机意识，那么德国还有救吗？其实答案并非完全悲观。德国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本、完善的法治体系、强大的工业基础和领先的工程教育体系，这些仍然是世界级的优势。问题在于德国是否能够迅速做出必要而痛苦的改变。德国需要建立更廉价、更稳定的能源体系，加强可再生能源的布局，这意味着需要重新讨论核能政策。德国要摆脱能源困境，核心是构建廉价加稳定的双保险能源体系。一方面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，
另一方面不得不重新捡起曾被放弃的核能，两条腿走路才有可能扛过转型的阵痛。此前，德国坚决弃核，但能源危机爆发后，政府终于扛不住了，放弃了反核立场，还推出了巨变2040计划，计划在2040年前建成巨变示范电站。毕竟，核能最大的优势就是稳定，无论刮风下雨，都能24小时持续供电，刚好可以弥补风电、光伏靠天吃饭的不足。而且，全球都在掀起核能复兴的浪潮，丹麦、比利时都推翻了反核禁令，德国若不跟上，能源稳定性只会更差。而最重要的是，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是否有勇气承认过去的成功模式已不再适用？德国如今的困境是所有老牌工业国家都将面临的共同挑战。德国之所以成为焦点，是因为它一直被视为最不可能失败的国家。历史上，德国能够2次从废墟中重建，正是因为它能够正视现实，做出痛苦的改革。如今，德国需要的正是类似的政治勇气和社会共识。躺赢时代结束并非讽刺，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。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正在重塑，任何国家都无法再依靠旧模式取得成功。一个时代已经结束，但另一个时代正等待着德国去重新定义。